俄军对马里乌波尔的强攻巷战依旧在持续，而城内亚速营与乌军的抵抗也即将被肃清。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当前在马里乌波尔一线，围绕该城市，俄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巷战，交战已经陷入白热化状态。俄乌双方在马里乌波尔地区进行的战斗创下了一个新纪录，这应该是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争夺战。马里乌波尔地区的面积为105平方公里，相当于基辅城区的 30% 至 40%， 属于重工业冶金城市，可以说是高楼林立，建筑遍地。而2004年，美军费尽力气，用时1个半月拿下的伊拉克费卢杰市的面积也不过是 10.5 平方公里。因此，俄乌双方在开战之初便集结重兵对马里乌波尔展开激烈争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4年这里就发生过军事冲突，亚速营和乌军在后续的数年里对马里乌波尔进行了大面积的防御工事修筑，同时也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也是为什么马里乌波尔市守军能够坚守至今的原因之一。当前马里乌波尔战役已经打响1个月之久，俄军和车臣部队已经清扫了城区外围所有的防御工事和军事据点。从3月18号起，俄军和车臣部队已经占领了马里乌波尔的城北的机场和市政府地区，正在进一步压缩亚速营和乌军残余兵力的生存空间。不过，为了城内的百姓，俄军也是尽心尽力。从3月14号开始，俄军已经连续数次开放人道主义撤离通道，供乌克兰平民百姓撤离。同时针对城郊的平民，俄方紧急运送了450吨救援物资，以供生活保障。3月20号，城南地区的车臣部队开始针对亚速钢铁厂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据称，当天俄军要求乌克兰守军投降，但是被马里乌波尔市市长和乌克兰官方拒绝。在遭到拒绝之后，俄军便开始加大力度进攻马里乌波尔地区。在亚速钢铁厂的冶金厂厂区，亚速营派出大量兵力，以坚固掩体为依托进行据守。负责主攻的车臣部队没有选择直接强攻，而是呼叫后方俄军的远程火力支援部队，对其进行覆盖射击。俄军出动了令人畏惧的 TOS-1A 型24管220毫米喷火坦克。虽说 TOS-1A 叫喷火坦克，但是它主要的攻击武器不是喷火枪，说白了就是发射大口径温压弹的履带式重型火箭炮。这种温压弹是含有高挥发性燃料浮质，并使用环境中的氧气做氧化剂的爆炸物，爆炸时会大量消耗氧气，造成爆炸区短暂缺氧状态。敌人就是没被直接炸死，也会因为缺氧而窒息或被烤熟。温压弹威力相比常规弹药大出许多，一辆 TOS-1A 喷火坦克的齐射可以轻松打击200乘400米范围内的目标，被这种武器击中的地点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因此，亚速营阵地经过俄军温压弹反复轰炸后，已然是陷入了一片火海。在弹幕轰炸结束后，车臣部队迅速占领了该地域，肃清了残敌。至于原先把守冶金厂的亚速营残兵，则基本都已经被 TOS-1A 的凶猛齐射轰至了人间蒸发状态。在亚速钢铁厂周边的南部城区，车臣部队同样和亚速营进行了激烈巷战。亚速营在一座高楼里关押了不少平民，其中有大量妇女和儿童，让俄军的重型武器不敢开火，投鼠忌器。对于这种棘手的情况，车臣部队迅速出击，查明人质都在地下室，随后在 T-72、T-64 坦克的支援下协同推进，全程对楼内的亚速营进行火力压制。一旦车臣部队遇到高楼内亚速营的偷袭，便会迅速通过步话机告知后方的主战坦克，主战坦克将会用125毫米滑膛炮将亚速营藏身的房屋轰个稀烂，彻底解决问题。后续车臣部队成功的在南部城区的高层建筑物地下室里成功营救了人质，同时包括几名儿童。至于企图拿人质当挡箭牌的亚速营，
则直接将亚速营的臂章扯下来扔了，溜之大吉，是生怕被威猛的车臣猛汉们逮住。虎哥认为，随着3月中期俄军此轮加大力度向马里乌波尔城南地区的进攻，俄方的意图可能是从城南向城北突击，从而将马里乌波尔市一分为二，这将进一步孤立马氏守军的相互联系，瓦解其战斗力和抵抗意志。同样，乌军守军在俄军强大的攻势下伤亡惨重，乌陆军第10突击旅近乎被打光，乌海军36步兵旅坦克营全军覆灭，亚速营1500人的编制，据说加上补充兵也只剩下几百人。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俄军继续的猛攻，城内守军崩溃是迟早的事情。虎哥大胆猜测，俄军有很大可能在4月之前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市，结束在马里乌波尔地域的战斗，